接下来这句话很难听，但是如果这句话你能听懂以后，我可以让你们瞬间醒来。来，所有人坐直，不要靠那个椅背，打起12分的精神。一句话让你醒了，醒了就醒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痛苦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你解决不了你当下遇到的危机和问题吗？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在3维空间遇到的事儿，总想用3维空间的智慧去解决，那是解决不了的。因为1维是2维的投影，2维是3维的投影，3维是4维的投影。今天你的手是3维的，把它投到影子上就变成了2维的。你不想看到这个2维的阴影，你把地板砸了都没有用，你只需要把手一收，那个影就没了。那我们如何要提升自己的维次呢？你知道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那些顶级的富豪跟我们普通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活在哪个维次。今天你学了我的课，学到了一个点，如果你只是学到了一个点，在我看来你的思维叫0维。如果你学到了2个点连成了一条线叫1维，如果你学到了4个点连成了一个面叫做2维。但是我们人活在几维？3维。为什么周老师的课喜欢用金字塔来表达？这是3维的。那维次与维次的关系是什么呢？1维是2维的投影，2维是3维的投影。那请问3维是几维的投影？3维它是4维的投影。我们想解决3维空间的问题，一定要上升到4维。来想象一下啊，为什么你一眼看不穿这个人的本质会被他骗？为什么你做生意总是会亏钱？因为你一眼看不到这个生意的本质。不要说一眼，你一辈子都没有看懂这个生意的本质。那些一眼能够看穿一个生意的本质，跟一辈子都看不到生意本质的人是截然不同的。那为什么有人可以一眼看穿生意的本质、人的本质，而你看不到呢？就是维次与维次的区别。来想象一下，今天你是一个2维生物，这是个圆，这是个方，这里面有1个点，这里面有2个点，这里面有3个点，这里面有4个点。我问你们个问题，假如说这个小圆是有生命的话，它是一个2维生物，请问它能不能看到这个小方是小方？它能不能看到小方的全貌？它看不到，它只能看到这个小方的一个线条。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他只能看到小方是一条线，他不能看到小方是一个方。他能不能看到小方里有几个点？他看不到。他们看彼此都只能看到彼此只是一条线，而且他们根本看不到里面有几个点。只有他们从一个2维生物，然后上升一个维度变成3维，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。这是小圆，里面有4个点，这是小方，里面有1个点。我们能够很清晰的看明白，因为我们是3维。我们站在3维在看，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智慧吗？因为你眼睛里只有钱。你本来是可以看见3维空间的，但是因为你眼睛里只有钱，请问你能看到啥？你只能看到一个2维平面。当你眼睛里面把钱拿掉的时候，把最后一张纸拿掉的时候，你得3维智慧。想象一下，蚂蚁爬在一张白纸上。蚂蚁呢是一个2维生物，在蚂蚁的思维里面是没有高，是没有低这个空间概念的，它只有前后左右。一只蚂蚁在这张白纸上爬，突然有一只苍蝇飞到了这个白纸上，然后又飞走了，然后又飞上来了。对于蚂蚁来讲，那个苍蝇是凭空出现的，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所以那个蚂蚁就磕头就跪倒了，说这是神。也就是在蚂蚁眼里，苍蝇都是神。好，今天我们让蚂蚁从这个 A 点爬到这个 B 点，只给他们1秒钟时间，在蚂蚁界没有一个蚂蚁能做到，因为蚂蚁认为这条直线已经是最快的了，但是它也要最少爬30秒以上，它不可能1秒钟完成。那请问能不能做到呢？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它就瞬间从 A 点到 B 点了。在蚂蚁里面最聪明的被称为蚂蚁科学家，研究了半天才发现这叫时空扭曲。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蚂蚁从这个 A 点爬到这个地方是 B 点，要让它1秒钟爬过去。很多蚂蚁最快的速度是这么爬，也要爬30秒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它就可以瞬间从 A 点到 B 点。最聪明的蚂蚁说这叫虫洞。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各位，换句话讲，就是在一个维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上升一个维度，那个问题瞬间解决。再说直接一点，在一个维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有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你要想在这个空间上稍微获得点成就，你的思想还是一只蚂蚁的思想，你怎么能获得成就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看事只能看到一面的人，其实就是2维平面思维吗？
啪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哎呀妈，太火了！这个人为什么骗我？好痛苦啊！你怎么只看到一面呢？哎，平面思维永远只能看到一面，而三维的那个金字塔是看到几面？无数面，无数面。任何一件事发生，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，那反之有坏的一面一定有好的一面，而普通人永远只能看到一面。问你们个问题啊，人是几维生物？啊，3维。他说人是3维生物。我告诉你，有没有一个人就因为高考失利而跳楼？有没有人因为婚姻破裂而？说明他只能看到一个点，证明这个人压根就不是3维，他是2维。他的肉身可能是3维，但是他的思维其实还在2维的维度。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各位，人的维度根据你的思想境界有关，你的思想境界可以变成0维，可以变成1维，可以变成2维，可以变成3维，也可以变成4维、5维、7维、8维、9维、10维、11维、12维。谁是你？谁是周文强？是这个肉身是周文强吗？来，在座各位想象一下啊，假如今天马斯克的那个脑机接口成功了，人类的意识真的可以做到上传，未来就可以做到下载。我们2个人意识交换了，我把我的意识，周文强的意识放到了这个肉身里，他的意识放到了我的肉身里。来，请问谁是周文强？他就是周文强，对不对？看来这个肉身不是真正的我，声音不是真正的我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看不到摸不着的思想是真正的我，对还是不对？你看我们人与人最大的区别，人与人长得都差不多呀，2条胳膊2条腿1个脑袋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收入会天壤之别？那我想问你们个问题，假如说周文强的意识跑到他这个肉身里了，能不能赚钱？哎，是还是不是？看来我们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肉身，而在于里面的软件，在于我们的维度。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各位，普通人是认为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、躯壳里，其实并不是，我们是高维生物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穿越时空。来，这个各位来，所有人跟我一起做3个深呼吸。想象一下，1949年10月1号，北京天安门广场，有一个伟人站在墙头，讲了一句话。能想到那个画面吗？那一秒你穿到了北京，那一秒你去到了1949年10月1号，你的意识是可以无限穿梭的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人类所有的痛苦都因为你们总想用3维空间的智慧，在3维空间解决3维空间的问题。3维空间的问题是投影，只有进入4维才能解决。在3维空间，你遇到的所有问题就一个字儿，就是因为你不懂爱吗？来，为啥身体会出问题？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爱过他。为啥你跟你老婆会吵架？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。为啥孩子都跟你不说话了？因为你压根就不懂什么是爱。你认为你给孩子的是爱，但是孩子认为那是窒息，就是因为你不懂爱呀。来，在座各位，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人会自杀？什么抑郁症？抑郁症？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？我说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但凡有一样，这个人就不会死。他感受到了亲情的爱，他不会死；他感受到了爱情的味道，他会因为一个人而爱这个世界，他不会死；他感受到了友情的味道，他不会死。所以每一个离开人世的人，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感受不到任何爱。你之所以今天赚不到钱，是因为你今天做的那件事压根就不是你爱的。你做的那件事是为了责任、为了义务、为了钱去干，你怎么能赚到钱呢？责任等于消耗啊，爱等于能量啊。来，周杰伦他就爱唱歌，他一唱歌，他不认为那是一份工作，他认为太好了，他太爱了，他就能通过这件事赚到钱。姚明只要一摸球，他就觉得打球太好了，太好玩了，他热爱，他就能通过这件事赚钱。但能听懂在说什么吗？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但是我真的不懂爱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爱，我不爱我的父母，我也不爱这个世界，我不知道我爱做什么，我找不到我的轨道。你说轨道就是自己热爱的事，我不知道我爱什么呀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来，你就是这样的人呢，举个手。你找不到你爱的事，找不到你爱的人的，来，我1秒钟让你瞬间找到，想不想听？总在3维空间找爱是找不到爱的，那就是猴子捞月，那就是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之所，先后则近道也。因为3维空间它只是4维的一个投影，3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爱，4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什么？
是感恩。来，所有人看着我，我送你们一句话，这句话是真相，听懂瞬间觉醒。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他这一辈子都不懂什么是爱。因为感恩是爱的投影源，有了感恩之心，才能投出爱这个影儿。能听懂吗？所以咱们中国那个首富刘永好先生说，感恩之心离财富最近。其实不是感恩之心离财富最近，是感恩之心离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最近，离健康最近，离财富最近，离好运最近，离美满最近。感恩之心再直接一点吧，感恩之心离道最近。能听懂吗？离道越近越健康，离道越近越富有，离道越近越好嘛，离道越远越倒霉嘛。好，继续啊，这还不是投影源啊。那站在更高维度上来讲，其实4维也只是5维的投影。一个人为什么会没有感恩之心啊？3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爱，4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感恩，5维空间最高的能量是什么？对，是愿力，是愿力。一个人只有升起了一个大愿，这个人才会升起感恩之心，才懂得什么是爱。换句话讲，愿力是所有一切的源头。马云之所以能成为首富，是因为他当年发了一个愿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。马斯克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首富，因为他发了个比这个愿更大的愿，让人类文明再延续5000年。那个爱迪生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发明家变成一个企业家，创用通用电气成为世界500强，今天几百年了还在，因为他发下一个愿，发明的灯泡不是照亮自己，照亮自己的国家，照亮自己的民族，他说我要让这个灯泡照亮全人类。所以当年周老师之所以能成功，就是因为当年周老师发了个愿，让亿家族实现财富自由，身心富足。所以今天你坐在这听课，我举个例子啊，你只是为了来我会场找几个客户成交一下，你来到我的会场就是想让自己成为亿万富翁、光宗耀祖，你来到我的会场是让自己学会财商，成为第2个周文强，帮助更多人成功。来，你告诉我哪个人听课会更大收获？一定是最后一个，因为他的愿力更大，是还是不是？我希望的是你们升起一个愿，就像当年我看那本书升起那个愿，这本书帮助我实现了财富自由，我将成为财商的终生推动者，帮助更多人。这是不是个愿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每天想的是自己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你的格局已经决定了你的结局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升起的决定是一个大愿，不管是对你的家族、对你的国家，还是对这个民族，还是对这个全世界，你生的愿越大，你的力量就越大。这是我想要的答案。